一大早天还没亮，我们就启程了，要赶8点的飞机前往南非的另一个首都开普敦。原汁大龙虾，这边的企鹅最初是2个迷路的孩子。我们已经到了好望角的山上，来到了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，一大早就这么多人。走到头，左转厕所，右手边是登机口。好嘞，还真近。曾经的这家咖啡店现在还在。水果杯88，这边还有一些果汁儿，然后这是酸奶。水果东西挺多。去别地儿吧。去下一页，这是一个非洲饰品服饰。那太大了。哎，底下这个啊，90也不贵，90打半45，机场卖45还可以。好像跟刚才那边的店差不多。有一些三明治、汉堡。它这边小饭馆还挺多，你看。这和酒有关系的。糖果店。那个小蛋糕看起来上面有位置。基本上就是这些了。这一大包是我们酒店给我们打的早餐饭盒，酒店6点才开餐，飞机是8点40的，所以就跟酒店约了这个早餐盒。现在来开箱一下，这是1人份的，里边有一瓶雪碧，1瓶水，1个人是2个餐盒。这个餐盒里边是餐具，1个鸡蛋，1个马芬，1个可颂，还有1个水果派吧，量还挺大。来看第2个餐，有一个巨大个的士力架类的东西，一个丑了吧唧的苹果，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奶还是什么的东西，白的，还有一小盒麦片，听这声又硬邦邦的，还有一个小餐盒，2片火腿，一个奶酪，3角奶酪总统的，还有一小串葡萄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早餐饭盒，也不知道好不好吃，来尝一下葡萄。他们这个葡萄好甜，来尝尝这个是什么？关键是不知道它是什么，看起来像牛奶，可是呢又很稠，没有勺，一个刀子一个叉，不是奶，说不上是什么，有点像某些沙拉酱或者什么的东西，甜的。可以把那个麦片什么的给倒进去。应该是可以配着麦片吃的，但是我不打算吃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麦片有点硬。面包我来尝一下这个花酥。它这个可颂还挺好吃的，酥酥的，不是那种软的皮的。把它们吃掉，就准备上飞机了。登机排队的时候给了这么一个牌儿，有一个专门的工作人员在这儿扫你的护照和机票，会发你这么一个牌牌。就是我已经算登机了。我们还算距离。坐在飞机后排的人就要从后边走。这是一个3端的小飞机。第一次坐第2排。他们机上的空姐都不是黑人，感觉最多是马来人。飞机上的秀头指南还挺有意思。消费指南，这次都是要花钱，哪怕是水。落地了，开普敦。这个飞机空乘会控制下飞机的人数，第1排到第5排先下，然后在后面下。我在第2排，我就第一个下来了，这边都没有人。开普敦的风真大，但是不冷。这走长长的廊道，继续今天的行程，接着耍。下飞机的时候觉得天还挺好的，希望下午天也很好。上一次来开普敦是晚上，乌漆麻黑的一片，什么都看不清。这次白天才看到，哦，原来这个机场它长这样呀，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我们之前好奇的这个东西，它果然是垃圾桶。我问为什么要挂这么高，他们说怕人拿走。上车后一路向海滨进发。这个贫民区白天工作，晚上回到生活的这个小区里面。没想到开普敦也有这么大片的贫民区，路边摆摊卖铁丝编的动物。下面这片海域是印度洋，这底下的这个小镇是开普敦这边一个特别著名的冲浪点。现在是冬天，冲浪的人会少一点。这个季节，在这个温度底下敢下海的也都是勇士。据说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职业，叫观鲨员。坐在山上面，每天拿一个望远镜，就看底下有没有鲨鱼。如果有鲨鱼的话，就通知底下的人啊，有鲨鱼啦，你们赶紧跑呀！
那么呢，咱们接下来的重点我们要去吃这个龙虾。我们今天中午的餐是去吃原汁大龙虾，一人一只。据说南非这边当地的黑人龙虾呀、鲍鱼啊那些他们都不吃，就是白人过来之后，这边才开始吃龙虾。据说这个是吃龙虾最好的地方。这个餐厅有1墙的钱。桌子上已经摆了个面包，我们的红茶，是南非特色，不是咱们的那种红茶，对，它是另外一种吃法。一只大肥鸽子，被驱赶。我的餐刀长得跟青龙偃月刀似的。奶油鸡茸汤，可以看一眼这个稠度还不错。就是奶油鸡茸汤的味儿，它调味调的比较咸，但是还是挺好喝的。我们的主菜上来1个半龙虾，这是一个小只的，这是一个大个的被劈开的，这个像是一个鳕鱼串，3块鳕鱼肉，底下有米饭，有一些配菜，还有薯条。我们打算留2根薯条给边上的海鸥留一个，让他们整点。这个薯条也很粗嘛。很粗，这种粗薯条好吃。我来看看这米饭是不是那个糟兮兮的那种啊？印度米不是，就典型的西方人做米饭夹生。啊。我拿我的青龙偃月刀来搞一下这个，哎，它这龙虾一看就特别新鲜，就往下扒肉的时候就感觉肉很有弹性。那辣味好吃吗？不知道，先加一点。这是一个辣酱，还挺辣的。啊，这个龙虾真的很新鲜，特别 Q 弹。这个辣酱抹龙虾上好吃。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道菜，冰激凌，然后的坚果碎。来尝一下这个双味冰激凌，里边还有巧克力酱。老外的甜品不甜，不至于到说甜的受不了，反正也挺甜的。冰激凌配薯条好吃。我们吃完饭出来逗海鸥玩。过来了，他抢人家，哎，你看又过来了，那小腿倒的可快了。聚了一堆海鸥了已经。我们来到了西蒙镇，前面就是那个企鹅滩。那年我就是在这儿拍的照片，再来一张同样的。相比于南非其他的地方，西蒙镇我不怎么有担心安全问题。这边的景色挺漂亮。哎，好多小丁满抱着它。在这里就是企鹅海滩的正式的入口。据说这边的企鹅最初是2个漂流来这儿的迷路的孩子，被当地的居民给收养了，慢慢的就繁殖越来越多，然后现在被定成了保护动物，把这块都围起来了。一堆加拉帕戈斯企鹅的后代，他们也算是保护废物，没事就望天儿啊，今天过得很好。这边的企鹅最大特点就是它们叫起来就像驴叫。现在这边的企鹅已经发展到3000多只了，已经是一个庞大的懒惰群体了。这有一小坨猕猴桃们，因为是幼年企鹅，所以保温性比较差，就囤成一团儿，毛也没褪光，围着小围脖。这帮人可能就是从野地偷跑过来的。别这么干，因为是违法的。这很不好。这海滩风特别大。这个不会开始。好小腿使劲倒。黑云压境。我在企鹅岛的纪念品小商店，也可以看到各种企鹅的小玩偶。企鹅的相关制品。纪念品店看到一个企鹅雕塑，上面全都是废掉的那些咖啡盖、叉子，应该是环保理念，就是这些垃圾，然后拼出一个企鹅来。哦，它冰箱贴做的好糙啊，度假企鹅。告别了这些可爱的企鹅，我们去下一个景点。我们来到了舟山自然公园下属的好望角。好望角，这个从小就在地理书上看到的名字，总带着一些浪漫与自由的味道。好望角这里的植被都有上万年的历史，它们全都是这种
爱的灌木。后于野生轮。可能很快30秒的记忆啊。第一站是先到好望角的角，首次抵达的葡萄牙航海家就是在这里登陆。我们到了好望角底下的海角，一下车就能闻到特别浓的海浪的那个腥味儿，这就是好望角精美部的排行，大家都在那儿排着队照相的。我们嗨，这个应该这是坐标吧？对，这会儿的风大，风浪也很大。刚才还在企鹅岛的时候，就觉得吹得有点凉，那个时候我还穿着里边的衣服，之后我就穿了这个，现在还是觉得挺吹的。这个海滩边有很多的石头，特别不好走，这个路很容易绊到脚。看下边的，全部都是晒干了的海带条，岸上都是海带。再看这边的海里，那些黑乎乎的，全部都是海带。他们这边人没人吃海，所以这边的海带又多又老。来让你们看看这根海带干，硬邦邦的。这里的岩石感非常好，层层叠叠。摸的这一块岩石，它是1年前的东西，这种感觉很奇妙。触摸地球的历史。都说吹过好望角的风，才算抵达了非洲大陆的尽头，但也没人告诉我风这么大啊，完全站不住啊！喂，我们现在是在顶峰，一步晃，这里应该有不少野生动物，可以看到石。捡到了一个墨镜，不知道是谁的，在翻越这些石头的时候掉的。回到这个位，万一他要是想起来回来找，后面有步行登山的道，可以从这儿爬到上面的山脚上。我们不爬，这么大的风我打死都不爬。所以我们又上了车，向山上进发。我们现在到了好望角的山上，这山上的风倒比下边要小得多。本来应该坐缆车上去，但据说缆车坏了，我们现在改成了公共小巴。就是我身后的这种，我蹭到了驾驶室的座位，跟司机一块儿。这儿的路很窄，我们的司机得等前一辆车下来才能发车。刚才我问了一下导游，缆车坏的原因是那缆车电池没了。其实换个电池就可以了，但是2周了他们也没换。我们已经到了好望角的山上，那个像爪子一样的东西就是好望角了。在我的身后，山顶上有一个灯塔。我们现在要顺着这个台阶往上爬，爬到上面的灯塔上去。这每一次来都是不一样的感觉。上一次咱们来是碧蓝如洗的天，对，这一次是阴沉沉的天。晴天的时候是好望角，然后阴天的时候是风暴角。从这里可以看到下面有一片洁白的沙滩，就是当年迪亚士划着小船登陆的沙滩。我们到达了灯塔的底部。这个灯塔是19世纪的时候，当时作为来往好望角的船只指引用的，但是因为有些时候云层会没过这个灯塔，导致船只触礁，所以后来他们就弃用了，又在底下的地方建了一个新的灯塔。这个灯塔每天晚上还会亮灯，只不过是纪念意义更多于使用了。灯塔的顶部有一个风向标。大家好像都是从自己国家带的这些贴纸，就贴在原来这老门上。以前这个灯塔上面还有很多人刻的到此一游，你看这儿还有印儿，他们重新刷了漆了。就现在这些没了，这个石头上还留着很多刻印，塔上没了，但是你能看出来，你看这儿还有，他们还有在这儿划了呢。有可能有新的，在这儿，距每个地方有多远？对，距离纽约12541，阿姆斯特丹9600多。这边有伦敦、北京的牌子没了，可能在最上面被吹飞了。看到一个牌子，上面有哪个方向？有很多作死的外国人们会下到底下那块石头那儿照相。这块的风不是特别大吗？有的时候经常一个大风过来没站住，咵人就掉下去了。据说在这儿每年都会死几个。这个位置也被戏称为死亡角。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，我的右手边是印度洋，我的左手边这边是大西洋。从这里我们就下去了，其实是原路返回。这一条道慢慢溜达下去，虽然说景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不过整个感觉还是挺好的。好望角这片保护区里的植物有很多都是有几万年历史的，所以这里随便某一棵植物有可能它的最根部都是几万年前开始生长。来看这里，明显看到常年的风是往哪个方向刮的，看到这个树枝都是歪谱，都是顺着风势长的。摆个 pose， 好，继续。
从好望角离开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，天冷的车窗上都出了雾气。路上就能看到野生的狒狒。来南非自驾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随便开车窗，狒狒可能会通过车窗攻击人或抢东西。天黑下来了，我们要去信号山看夜景。开普敦的夜景在信号山上看是非常有名的，据说都是全世界排前几的夜景。我们专门为此上了一趟信号山，结果没想到今天大雾弥漫，看了个寂寞。虽然也不至于说一点灯光看不着吧，但是反正星星点点的，而且这个雾气受的影响太大了，稍微有点失望。我们要下山吃饭去了。导游说今天天气不好，明天晚上可以再上信号山碰碰运气。开普敦的店依然都有铁门。我们今天晚上吃中餐，选了这个酒店。大鲍鱼。据说开普敦这儿中国人比较少，再加上前2年疫情，中餐馆就剩2家了，大点的。这个是做的比较好吃的。这鲍鱼片就不说什么了，就是鲍鱼味儿。那个鸵鸟肉，它那肉质看起来不像是禽类的肉，看起来有点像牛肉或者猪肉的结合体，吃起来口感像羊肉，又没有羊肉的膻味，其实还挺好吃。我们听到了乡音，这儿的服务员好多都是华人，让我们觉得很亲切，有种回家吃饭了的感觉。这才出来2天，怎么就想家？吃完饭，我们前往酒店。酒店不在市中心，而是在海滨度假区。今天在开普敦入住的第1家酒店，据说是一个海景酒店，面对大西洋。就像这个写的，我们在沙滩上的家。这个酒店我觉得特别有特点的，可能因为它是海景酒店，所以它的沙发然后标都是蓝色，也是蓝色的，还有蓝色犀牛和门口那个奇怪的挑水的人。门开了。这个门好重，我们这个酒店好大空间，而且关键是噔噔噔噔，我第一次在普通的客房看到胶囊咖啡机，它提供2种胶囊，这个是 espresso，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味儿的。除此之外，它还有各种各样的茶，还有速溶咖啡，然后它有这种奶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黄糖、白糖。冰箱里的2瓶水。2家酒店了都是这样，他们的这个水是放在冰箱里的。现在又是他们的冬天，而非洲人又很怕冷，我就不知道一进房间让你喝这冰凉凉的水为毛取的。可能白人不怕冷吧。我们进来之后发现有送给我们小马卡龙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是2个，一个是1个。该不会是上一家客人只吃了1个，然后剩下的没拿走吧？闻起来味道还行，很酥，你就一咬就碎了。齁甜，马卡龙不就是这样吗？我觉得国内的马卡龙就已经很甜了，这个吃起来就感觉直接在嚼糖豆子。它外面因为皮很酥，所以它那个口感也很像糖豆子。这不就是正经的马卡龙吗？啊，好甜！我也来尝一下这个马卡龙。能感到里边的那个奶味儿，也还算好吃，就是太甜了。这个房间有一个巨大的露天浴缸，我就在想，如果这个房间住了2个同性又不是有亲密关系的人，假如他们选择泡澡，尤其是像那些老外，他们特别喜欢泡澡，给的这些东西一共4瓶。这边2个门，一个是马桶。一个是淋浴间，这个淋浴间很宽敞，贴的瓷砖像鱼鳞的光，很漂亮。值得一提的就是它这个马桶位置比较高，我坐着之后我脚是垫着的。南非这边南侧的小便池也是非常的高，他们这边的人有很多都是来自于荷兰的，他们个儿高，个儿特高。我们的客房是海景房，虽然现在楼层不算高，但是看海景还是挺不错的。现在外边风大，看看明天早上起来再看看海浪，感觉怎么样？远处的灯光其实还不错。对，这里就是大西洋。这2个是我们今天在机场的收获，一个是非常可爱的冰箱贴，还有一个是不知道是什么肉的混合肉干。上面写的库杜应该是它这边的这种羚羊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羚羊的，因为它这里边很多动物的词都是当地的音译词，所以我们很难从字典里查到。里面就是这样的，看起来很瘦、很柴、很硬。
我们就不尝试了。主要是它不是自封袋，开了包之后我怕国内带不回去，所以我就不太敢开。我们得赶紧收拾收拾睡觉，明天的行程也很多，所以完了。很多明星在这儿买房子度假。22年的杰百纳，挂壁感不错，